大家好，本节介绍基础功能线2，215沙嘴1，216沙嘴2，这两个都是填写沙嘴的功能线。215设置花样的沙嘴及普通沙嘴，216设置宽沙嘴。接下来实例介绍，在绘制花型时，215上的沙嘴对应着主绘图区中每行编织的沙嘴。即这一行编织时用的沙嘴是这个沙嘴。215上的沙嘴只对普通色码有效，对银塔下色码是无效的。若一行中有银塔下色码，即提花色码和嵌花色码，215上的沙嘴就是无效。一般提花嵌花一行上不止一把沙嘴编织，通常有多把沙嘴编织。即使215上设置沙嘴，也只能设置一把沙嘴，不能够表达多把沙嘴。216是设置普通色码的宽沙嘴，也只对普通色码有效。220结束。结束行是每个花样必须填写的功能线，不标识结束行将不能进行编译，编译时只执行结束行之下的所有动作，不执行结束行之上的编织动作。只有 Paxi 小图才能在结束行之上识别，其他的编织动作都是无效的。这就是功能线220结束。222分别翻针。新建一个 KNI 文件时，222上都标识1号色，即1格1分别翻针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行标识1号色，即1格1分别翻针。编译后将形成这样的1格1翻针。还有1格2、1格3的翻针，与1格1的翻针是类似的。若选择1格2或1格3的翻针方式时，只需要在对应的行上填写对应的色码即可。第二列的前后翻针强制分别翻针，是指在这一行上既有前翻后即100号色，也有后翻前即110号色。在第二列标识1号色将会根据翻针色码、前翻后和后翻前的动作，形成分别翻针的形式，是强制性的。这就是功能线222分别翻针。在默认情况下，这里为1号色，即1格1分别翻针。225起底板。在成型设计里，如果机器支持起底板，勾选这里的起底板，选择起底板方式。成型后可以看到，没有明显的压线部分。选择功能线225，右击设定起底板。若用色码1标识某一行时，在编织完这一行，起底板将勾到象金沙。2痕迹自带起底板，也就是不用自己选择的起底板花型，而是用电脑痕迹自带的起底板花型。填写2就表示这一行用机器自带的起底板花型。3自动压线，在这一行上，起底板压线为一行色码序列。
这一行色码序列不表示编织动作，在功能线215上，这一行是没有填写沙嘴的。这一行色码序列再加上225上自动压线的标识，就表示自动压线行。编译后，虽然在主绘图区看不到压线的动作，但是在反编译查看结果里，可以看到压线的动作，也就是上机文件中有压线的动作。自动压线在修改沙嘴后，都会对用到的沙嘴进行自动压线，不需要手动修改压线部分。这里新增2把沙嘴，并且将其中1把沙嘴放在右边。看自动压线部分，215沙嘴，左边有2把沙嘴压线，右边有1把沙嘴压线。对新增的沙嘴有进行自动压线。若想直观地看到压线动作，需要在成型设计、高级参数中修改，选择其他。这里有起底板自动压线参数，若勾选这个参数，就表示自动压线，即用一行色码序列表示自动压线。新增沙嘴编织后，无需手动修改压线。若不勾选这个选项，成型后，那么压线可以在主绘图区上看到。这里只对成型中设置的沙嘴进行压线。如果成型后有新增沙嘴编织，或者改变沙嘴的初始位置，那么需要手动修改压线部分，否则编译会出错。若勾选起底板自动压线，起底板自动压线使用废砂沙嘴将有效。若不勾选，压线使用相机砂沙嘴。这里为8号沙嘴。若勾选这个选项，将使用废砂沙嘴压线。这里为1号沙嘴。这就是功能线225起底板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